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地产税，让我们来聊聊如何合法合理的降低你的地产税。希望这个呢能帮小伙伴省到钱哈，省下一分是一分，省下一毫是一毫呢。那一年一度的地产税，我们这个所说的年度，不像我们一般的企业和家庭哈，年度为 calendar year， 也就是日历年，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那么这个郡县政府他们所看地税的年为 physical year， 也就是说每年的7月1号到6月30号。那么这个每年的地税截止日期呢为12月10号和4月10号。那么我们刚刚过了交地税的第二个截止日期哈。如果过期交地税呢，就会有滞纳金；如果一直不交地税呢，房产上就会被政府加上一个 lien。所以要及时交地税哦。那么地产税存在的宗旨就是州以及地方政府。因此呢，就会拥有持续并且可靠的财政收入，这样才有资金为城市的各种基建设施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那在我们南加州呢，一般的地产税在1.2%到1.8%左右哈。那这个税务呢，是根据政府对你的房子的一个评估估价做基底，乘以该地区的地税率，即为每年的地产税账单上的数字。那么2020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度，不只是股市在2020年短短时间就经历了3次熔断，就连原油也跌惨了。资本市场呢重新洗牌，很多投资人损失惨重，大小企业都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就连 Neiman Marcus 这几天也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了。那么在这样的市场下，相对稳定的房产市场当然也会一定程度受到不小的冲击哈。那么如果小伙伴在美国拥有房产，并且受到了疫情以及相对的影响，以至于你的房产贬值了，并且小伙伴在短时间内都没有出售房产的计划，那么你就要好好看我这个视频了。那这里我先说一下加州第13号法案，也就是 Proposition 13。那这个法案呢，最早提交是1978年，其中有确定一，就是每年在一块土地或者是一栋房产上征收的地产税要控制在1%以内。二，就是每年郡县对不动产的评估价值浮动要在2%以内，直到这个不动产被贩卖转手，价值才会发生大的改变哈。那小伙伴可能会问我，米娜，你刚刚不是说加州地税在1.2到1.8之间，怎么转眼13号法案就限制在1%以内呢？那么我们的地产税一般分为2个部分，一个呢就是 General Tax 通用部分，还有Special Assessment Tax 也就是特别部分。换句话来说呢，也就是 Melrose 城建税。那1%呢，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通用部分 General Tax。那么比如尔湾大公园、森林湖那一些新区，一般城建税会比较高，以至于总的地产税率会被提高。还有刚才所说的地产评估变化不超过2%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看见，这个法案的提议其实是一个双向受益的。为什么呢？让我来举个例子吧。房地产市场在好的情况下，假设你的房子在过去的1年中足足升值了10%，那么地产税呢，该年最多涨2%。那相对来说，一旦市场下跌，比如说2008年开始金融危机之后那各种房产都会跌。那这种情况下呢，政府也会假装不知道市场跌了，给你的地产税中可能会不减反增，反在这一年将你的房子又增值了2%。那到了年底你收账单的时候会发现，今年我的房子跌了，怎么还要交的税比去年还涨了？我找谁说理去呢？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想翻开我这几年的税单瞅瞅？都涨了多少钱？那快翻出你的税单，我来教你怎么看哈。右上边呢就为现年的评估费用，对比一下你就知道2年的差异了哈。说到这儿，也就是说我们2020年的市场浮动这么大，你的房子如果是市场价值下降了，可是到了年底收地税账单的时候，很有可能政府计算地产税所使用的房产评估价值不减反增，因此你也承担了多余的税呢，这个真是让人头疼，是不是？那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在1978年不只通过了13号法案，同时呢也通过了第8号法案。那这个第8号法案呢，就是表明如果房主坚信自己的房产受到市场的贬值影响，那么房主呢可以选择申请降低房产评估价值申请，也就是用 Decline in Value Review Application Form， 也就是 RP87 表格。
那么政府的地税年为每年的7月1号开始，每年的降低价值评估申请的窗口呢，就是每年的7月2号到12月2号，记住了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申请2020年地税减少，则要在今年的7月2号就开始申请喽。那么据统计表示哈，在2013年，洛杉矶郡县就审计了数以万计的房产，因为上次金融危机带来的贬值哈。那么在2013年，处理了大概光是洛杉矶县就处理了大概36万5千个申请。那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要去申请了呢？别急，听我讲完。在提交申请的时候，不只是要提交刚才我所说到的表格，同时呢，还要证明你的房产在该年的1月1号就受到了市场的影响而被贬值了。那具体该如何证明呢？口说无凭是不是？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供支持证明文件，比如说相关的类似的房产的近期销售信息。那么这个销售信息尽可能呢要选择接近1月1号，最迟呢不要超过3月31号的销售信息。换句话说呢，就是找你所在的城市，最好是你的街区、你的邻居和你相似的房产在该年的1月1号到3月31号内的销售记录。那么政府官网规定需要至少找2个证据。那找到证据呢，再填好刚才的申请一起提交即可。片尾呢，我会放出具体如何填写申请表的这个说明那以我们加州洛杉矶为例，表格的下载地址呢会放在屏幕上给大家参考。那么表格填写完后，附带刚才所说的打印出来的证明房子降价的证据一起邮寄到表格内所注明的地址即可。那么寄出去之后呢，请给政府人员至少2个月的处理时间。那这里强烈建议小伙伴们尽早寄出去，7月1开始就准备好还有记得要留备份哦。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希望这个内容呢对小伙伴多少有一些帮助我是米娜，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纪和注册会计师。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给我点赞。如果你对美国房产感兴趣的呢，记得加我的微信咨询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感谢收看，拜拜。